我的天呐，在重庆吃一碗面比西藏还贵，什么情况啊？1碗3两，26块钱。西藏姑娘卓玛来到川渝地区，朋友说四川美女多，重庆帅哥多。说重庆，你能想到什么呢？洪崖洞，还是李子坝？但是我朋友说帅哥多。那么问题来了，卓玛更适合四川呢，还是重庆呢？我觉得对于女孩子们来说，要多到几趟重庆。帅哥是第2个理由，最重要的原因在后面为各位朋友揭晓。前方到站牛角坨，列车将打开右侧车门，有换乘2号线的乘客，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重庆是全国最大的直辖市，以防加伤，有换乘2号线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假如在卓玛的家乡西藏，那么总面积能排在第5。我看到那个电视。相当于2.78个拉萨，5.75个成都，15.5个遂宁。而面积不大的遂宁，卓玛走了1个多月，也还有很多地方未曾到达。哈哈，尴尬，走路要小心啊！那么想要走遍重庆需要多长时间呢？先不管这个难题，全国知名的解放碑肯定很难错过。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重庆的解放碑，不知道是哪边，是那边还是那边？我看重庆的这个就是地形的这里就像一闹市个大城市，大城市楼，没有万达广场。这边步行街呢是相当于重庆的春熙路，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但是这边就是今天可能是不是周末吧，人不是特别的多，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咱们日喀则是西藏县区最多的城市，有18个，而重庆加上2家新区的话，有39个县区。如果时间不充裕，很难走完重庆，而慢慢感受属于山城的烟火气的。所以每一位来的朋友都会看看集中在渝中区的梨子坝、洪崖洞、解放碑这一片。俗话说，来重庆游玩你都走不出渝中区。卓玛觉得最多再看看沙坪坝区或者火车北站、机场所在的渝北区以及观音桥的江北区。如果没有当地朋友带领，很难感受完整的重庆。天哪，这个建筑真的是太有设计感了。最高呢27.5米。历史元素和现代繁华相融，形成了重庆的特色地标之一。一提到重庆，全世界的人都想到了解放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城市周边的楼房，给卓玛一种茫然感，生怕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来到重庆，感觉特别容易饿。天哪，在重庆吃一碗面的价格跟成都差距也太大了吧，这边好贵呀。我以为它就是贵，但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个面还是一模一样，没啥区别啊。这个面这边虽然是商业街，但是成都的春熙路跟太古里也没有这么夸张。天呐，我直接嘎了。确实挺好吃的，四川重庆的面比起西藏川面的话好吃多了，我感觉。没了，吃完了。我之前呢也不喜欢吃面，但是来到川渝这边呢就喜欢吃面了，又香又辣又麻，我觉得特别的好吃。
综合来说，根据外卖和吃住行平均来算，重庆的生活比成都要高一些，消费更贵的。个人觉得比西藏也贵了1到2块钱左右。当然了，指的是市区中心这几个区，可能其余区县没有那么高。相对来说，还是成都的生活更便宜些。那么各位朋友，你们更喜欢四川成都生活还是重庆生活呢？来到重庆感觉特别容易饿，因为这里的道路更复杂，上上下下不知道自己在几楼，更加重了怕迷路的感觉。而现实证明确实如此，卓玛在上上下下行走中多走了半小时的路，成了当天步数第1名。所以这就是视频前面说的女孩子要多来重庆的原因，不得不运动减肥没问题了，哈哈。大家好，我是卓玛。之前有很多观众问我，你们西藏的学校是不是都用藏语教学？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问题，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西藏。今天为了做这一期视频，我专门联系了一下我一个朋友，让他帮我找一下西藏初中的一些教学课本。我一共拿到了2本，分别是语文和数学。大家可以看到，西藏领着的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我了解过这个教材，全国大部分的省份都用的是人教版教材，所以西藏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用藏语教学。现在西藏全部地区，从乡村到县城到城市，除了藏文课，其他都是普通话教学。因为西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到西藏来奋斗，会带上自己的孩子，所以西藏的学校就会有其他民族的学生。比如说我借到的这本书的主人是回族的小姑娘，她从小在西藏这边读书。所以如果西藏的教学都是藏语的话，很多人就听不懂了。在西藏的县市小学、初中、高中都采用的是分班的形式，意思也就是汉文班和藏文班。藏文班唯一的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们要学习藏文，而汉文班就不用学习藏文，但是他们的教材都是一样的，除了藏文。我上小学那个时候，我们的数学也是藏文教材。数学是藏文教材，还有藏文是藏文教材，语文是那个语文教材。我的小学是在乡里面上的，不过西藏的大学，无论是藏族还是其他民族，都要学习藏文的哟。其他民族要学习一些基础的藏语，就是从拼音开始。我们藏语有30个字母，像英语的 ABCD 一样，英语也是字母组成的那种词嘛，藏语也是30个字母组成的那种词，比如学一些数字呀，还有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名词之类的。藏语的1到10，大家知道怎么说吗？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教一下藏语的1到10。1就是记，2是妮，3是松，4是西，5是6是出，7是驴，8是耶，9是咕，10是就他妈。记妮松西出驴耶咕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藏的学生是不是都不说普通话？其实西藏的学生都会说普通话。之前卓玛出过一期视频，就是采访我们学校的一些区内的就是藏族的学生，他们在镜头前面说的是藏语，所以很多观众就觉得藏族学生是不是不会说普通话的那种其实上次采访他们说藏语，是因为他们看到我是藏族的，所以就在镜头前面说的藏语。这个道理是很简单，就像四川人遇到四川人就会说四川话，广东人遇到广东人就会说广东话一样。其实我们平时在老乡跟老乡之间都说的是方言，除非遇到一些外地的朋友就会说普通话。现在在西藏，除了少一部分的老一辈人就不会说普通话，其他的大部分都会说普通话。就像我妈妈呀、奶奶，他们都不会说普通话。但即便是不会说普通话的长辈，他们对待外地游客是非常热情的。如果大家到西藏来旅行，如果遇到困难，大家都可以向我们求助，因为我们都是热情好客的一个民族。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给大家看看我借到这个课本里面的一些内容。是不是和你们教材一样？我觉得这个姑娘的字好好看，比我写的都好看。大家看看这个数学，讲话跟下，数学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难的。
我是藏族姑娘卓玛，欢迎大家到西藏来旅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轻轻地压入江湖，3月的桃花沟。